怀孕后，婆婆因为养狗对孩子不好，偷偷将狗卖给了狗肉贩子。你怎么能把跳跳卖给狗肉店的人？我养了它整整10年。婆婆不以为然地说，那只不过是一只畜生，你怀着孕养狗，那就是对孩子不好啊。为了畜生要死要活，亏你是当妈的人。我气急攻心晕了过去，再睁眼，婆婆为了她的孙子骂我，丈夫也不以为然，让我听婆婆的话，要懂得识大体。她说一条狗而已，没有怀孕重要。我顺从婆婆的话，安心养胎。婆婆以为将我调教乖顺，心满意足的和姐妹去跳广场舞。可当她回来后，却绝望的想要自尽。跳跳，我和老公刚刚从医院产检完回来，一开门就看见我养了10年的金毛乖乖的守在门口，见我们回来，立刻高兴的吠叫：“宝贝，你在家想妈妈了吗？”我蹲下，张开手臂，将激动的跳跳搂在怀里。今天在家乖不乖？有没有听奶奶的话？我口中说的奶奶，其实是我的婆婆。自从我怀孕后，就从老家来了我家。这一听到我叫她，立刻就拿着炒菜锅从厨房走了出来。乖的乖的，不耽误人收拾，也不搞破坏，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哩。听婆婆这么说，我也就放下心了，站起身摸了摸跳跳的头。跳跳这么乖，妈妈奖励肉干好不好？跳跳，汪！从我大学毕业工作以后，在外漂泊的日子里，就只有跳跳陪着我。对我来说，跳跳就像我的家人一样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我老公和我一样，都很喜欢跳跳。可是怀孕后来到家的婆婆却对此颇持微词。比如此刻，你说说，你都已经怀孕了，就不应该再养这些动物了，它们身上那么多寄生虫，对孩子可不好了。跳跳蹲坐在我脚边，听到婆婆的声音，耳尖微动，但依旧很乖的吃着肉干。我有些不满地说，妈，跳跳很干净的。我和小峰每天都给他擦脚擦身上，以前都跟我们一起睡觉的。婆婆立刻就不乐意了，抹布啪的就甩在桌子上。你没孩子的时候，当然怎么都无所谓了，可是你现在怀孕了，一切要以孩子为先。我以前怀孕的时候，再苦再累，也不会做对孩子不好的事情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婆婆声音一大，跳跳耳朵立刻背了起来，嘴里也发出呜呜的警告声，就像一个忠诚的守卫一样护在我面前。哟呵，你个小畜生，居然还敢唬我！婆婆觉得自己被挑衅了，眉毛一掉就要脱鞋打跳跳。我一看这还得了，也站起身守在跳跳面前。你敢？你要是敢对跳跳做什么，你信不信我立刻和你儿子离婚，带着跳跳走？婆婆气得大吼。你！婆媳之间的气氛紧张，几乎是一点就要爆炸。老公一看，立刻走到我俩中间做和事佬。好了好了，妈你也是，成天和跳跳过不去干什么？我和瑶瑶养了他那么多年，都跟我俩半个孩子差不多了。半个孩子？婆婆一把抓着老公的袖子，指着跳跳大声说着，这就是个畜生，放咱们农村都是吃的东西，你放着自己亲生孩子不管，居然因为个畜生玩意儿和你老娘叫唤，你疯了不成？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左一句畜生右一句畜生的说个没完了吗？你要是看不顺眼你就走吧，我和小峰照样也能养好孩子。婆婆听了这话更是不干，要不是因为你肚里现在揣着是我的亲孙子，你以为我会伺候你？儿子啊，你看看你娶的这是什么媳妇，居然敢这么跟你妈说话。老公夹在我们中间也是为难，但他还是说，妈，今天是你的不对，跳跳那么乖什么都没做，你就又说他这个那个，天天念叨，别说瑶瑶了，我都要受不了了。看儿子表情不好看，
婆婆也就收了张牙舞爪的架势，但依旧嘴硬道：行行行，都是我老婆子的错，你们两口子一点错都没有，等我好大孙儿生下来，我立刻走。说着转身就往厨房走，一边走还一边念叨：真是个什么年代，畜生都比人金贵了。我深知见好就收的道理，本来都要坐下来了，刚刚压下的火气立刻就又燃起来了。老公，瑶瑶，你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我剜了他一眼，没生好气地说：当时就跟你说了，不让你妈来，是你说的，你妈不会念叨狗和咱们的，这下倒好，天天听他数落，我这日子要忍到什么时候去啊？老公搂着我安慰道：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这事一会儿我再和妈说说。孕期本来情绪就不稳定，这下更是忍不住落泪。这个家哪止我受罪，跳跳天天要挨骂，你也夹着左右为难。老公，要不你和妈商量商量，还是让她回去吧。老公叹气一声，跳跳像是察觉到我们的情绪不佳，主动走了过来，伴随着他的呜咽声，将头搭在了我的膝盖上。跳跳，对不起啊，是爸爸妈妈没保护好你。对于狗狗来说，6岁的年纪已经算很大了，但我真的从心底希望可以让跳跳陪着我一辈子，因此此刻内心满是愧疚。下班回家后，跳跳照常在家门口等待着我。跳跳一看见我们回来了，激动的直哼哼，高兴的直往人身上扑。我正换鞋，没成想一个没站稳，被直接撞在了门上，砰的一声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婆婆就冲了出来。没事吧，瑶瑶？哎呦，怎么搞的？这都能磕着？婆婆一脸担心的看着我的肚子，见我问题不大，翻脸就骂跳跳：这狗东西，平时还夸你通灵性，她一个孕妇能受得了你这扑过去的重量吗？万一流产了，我非得把你扒了皮。跳跳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耳朵一耷拉就乖乖坐着挨训。听着婆婆越骂越离谱，我赶紧说：不是跳跳的错，刚刚是我自己换鞋没站稳。婆婆眼一瞪：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会给这畜生玩意找借口，他都要伤着你肚子里的亲生孩子了，你还这样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怒气压了压，哄着说：您放心，今天的情况不会发生第2次了，跳跳已经知道错了。老公也听见门口的声音，正从厨房走来。婆婆一看，立马就止住话头：行行行，你是这畜生的亲娘，是我自己犯贱，好心当做驴肝肺。我被气得太阳穴直突突，但还是蹲下来，一边抚摸跳跳的头，一边安慰道：宝贝，没事的，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你以后会小心的，对吗？跳跳一脸委屈，看得我心里直泛酸，忍着泪将他拥入怀中。是妈妈不好，没保护好你，让你每天受这样的无端之灾。吃饭的时候，婆婆筷子一撂：为了孩子好，你们赶紧把狗送走吧，给人也好，卖了也好，今天都差点把瑶瑶推摔了。而且我都说了，这狗毕竟是天天在外面跑的，不卫生。我狠狠地用手肘对了老公一下，示意让他张口。老公，妈，跳跳在家好好的，你没事总找人家麻烦干什么？我找麻烦，我还不是为了孩子好。婆婆张着口骂道：你们还为人父母呢，这孩子还没生出来，我就知道你们以后是不称职的父母。我看我孩子生出来都走不了，要不然指不定孩子还要跟着你们受什么罪呢。我的耳朵自动过滤掉婆婆说的一系列难听的话，直接和她说：我和小峰明天就带着跳跳去做体检，如果体检报告没问题，跳跳就继续在家里。婆婆还想说什么，我直接说：妈，
我和小峰累一天，让我们安静吃口饭吧。您要是没事干，就下楼跳广场舞吧。婆婆听了，气得饭也吃不下了，就要走。我和老公也没拦着。第二天，我们将跳跳健康的体检报告放在婆婆面前。妈，跳跳很健康，医生说了，在家养着不会影响孩子的。我说，再说孩子也在我肚子里，隔着肚皮怕什么？宝宝又没那么脆弱。婆婆却说，你找的那是什么庸医啊？我都听邻居说了，人家孩子生孩子的时候，家里的猫狗都要送走的，大不了等你生了，我们再接回来不就好了？我深知这只不过是婆婆的托词，只要跳跳出了我们家门，那就再也回不来了，所以我一直坚决不同意。婆婆一看我们态度坚决，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撒泼，不孝啊，不孝啊！我真是生了个好儿子，又让他娶了个好媳妇回来，为了条狗，居然连老娘的话都不听了。我这都是为你的孩子啊，你难道想让咱们家的香火断了不成？老公不由得叹气，妈，你真是怎么天天还跟跳跳过不去呢？我接腔道，这不行，那不行，医院医生的证明搞来了，也说是庸医。妈，你难道想让我们去找警察开个在家养狗的证明吗？婆婆，我不管，这狗你们必须送走。两方争执不下，我一回头，正好看见跳跳卧在角落，一双黑眸里满是不解和委屈。我想，跳跳确实委屈，明明什么也没做，却一直被人嫌弃。自从我怀孕，婆婆来家后，跳跳再也没有一天好日过，不仅天天挨骂，婆婆还经常给她吃隔夜的馊饭。大病一场后，身上再也没有以前的活泼，反而变得怯懦和小心翼翼，还要被婆婆骂是个赔钱玩意儿。思及此，我不由得冷笑，我可真是有个好婆婆啊！又是一天下班，我推开门，却没看见跳跳的身影。我有些奇怪，于是高喊，跳跳，妈妈回来啦！依旧没有反应，只能听见婆婆在厨房炒菜发出的声音。我放下包，急忙换上拖鞋，在家里的房间里挨个看，发现哪里都没有跳跳的身影。我一脸急切，推开厨房门就问，妈，跳跳去哪儿了？婆婆却云淡风轻，还嫌弃我挡着她端菜上桌的路，拨开我就往外走。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？你养的狗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爱到处乱跑。婆婆说，我下午遛的时候绳子松了，它就直接窜进草丛了。我在楼下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它。我一听，心脏猛然缩紧，音量也不自觉的提高。你怎么能松绳子呢？再说，跳跳胆子很小，又粘人，怎么会自己乱跑？说完也不管婆婆什么脸色，穿着拖鞋就往外走，手因为慌乱而颤抖，半天才打通老公的电话。老公，跳跳丢了。老公一听我的哭腔和说的内容，也着急了。你别急，你别急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脸上挂满了眼泪，哭着说，我绕着我们常走的路走着呢，跳跳他认路，他不会不回家的。婆婆在后面也急着追，瑶瑶，你大着肚子乱走什么？我不听她的，四处喊着跳跳的名字，哭得不能自已。婆婆看着也有点愧疚了，哎呀，丢了就丢了嘛，大不了等你生了我们再买一只嘛，不一样，无论如何那都不是我的跳跳了。我蹲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脸直哭，你根本不知道跳跳对我有多重要。我已经有些腿软了，但还是坚持要找跳跳，迈着虚弱的步子就往监控室走。婆婆终于忍不住了，直接开口道，狗我卖了，你找不到了。我不可置信的回头，几乎是扑在她身上，狠狠地抓着她的衣襟。你说什么？你卖了跳跳？对啊。婆婆一脸坦然。
我让你送你不送，那我不得自己想办法啊！几乎是咬牙切齿，我狠狠地将他推开。你知不知道，对于跳跳来说，他的世界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不仅他需要我，我同样也需要他。可你却背着我偷偷把他卖了。我指着，手都在抖，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，径直去了监控室。保安给我调出监控，高清影像下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婆婆一直都紧抓着跳跳的牵引绳，一直带着她走到了一个骑着电瓶车的光头面前。哟呵，这不是那家狗肉店的老板吗？保安指着那个光头说，你这是卖给狗肉店的人了，要找得赶快了，马上就到饭点了。婆婆一听也慌了，不会吧，你应该看错人了，人面相多好啊，哪里像是杀狗的？这样的消息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般，整个人都浑身发麻。回过神来，我朝保安要来了地址，拽着婆婆就往外走。我告诉你，要是跳跳有个3长2短，咱俩就没完。婆婆挣扎，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我也不管她，招手坐上出租车，直奔狗肉店。见了那光头老板，我直接迎上去，老板您好，请问您下午收的那只金毛还在吗？我是主人，我婆婆没经过我允许就卖了它，我想赎回来，多少钱都可以。老板上下一打量，看出我是个孕妇，虽然不耐烦，还是语气缓和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里售出了就不能赎回。我着急，哭着哀求，求求您了，真的多少钱我都给，倾家荡产我都给您，我只要我的狗。见我哭得撕心裂肺，老板于心不忍，告知真相，不是我不想给您，是下午收回来没多久就有买家买了，您现在来，别说命了，就连狗皮都估计没了。要我说，这就是他的命。我看你是个孕妇，赶紧叫家人接回去吧，以后大不了再买一只。噩耗来得太突然，几乎是五雷轰顶。我不知道我最后说了什么，意识恍惚着就往店外面走。我失魂落魄地走着，直到在拐角看见焦急的丈夫和不耐烦的婆婆，这才扑通一声，浑身泄力地瘫倒在地上，直接陷入了昏迷。滴滴，我在医院的病床上缓缓醒来，正巧护士巡房发现了，立刻换了医生来查看。经过了一番繁复的检查和再三告诫不能情绪波动太大后，医生就离开了。婆婆和老公立刻就围了过来。哎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执拗啊？都说了让你不要去，非得去，这下折腾的进了医院，对你和孩子都不好。婆婆小心翼翼的想把手放在我肚子上，但又怕伤了腹中的孩子，收回了手。看我的眼神里全是责怪，你一个要当母亲的人就应该时时刻刻小心着，要是肚子里的孩子有个3长2短，那都是你这个当妈的责任。说着又开始捶起自己的胸膛，哎呦孩子啊，都是奶奶不好，没管好你爹你妈，哎，也不知道以后你妈能不能带好你。我脸色苍白，嘴唇发白，眩晕的感觉也尚未散去。此时婆婆的念叨就好像刀刃在玻璃上划过似的刺耳。出去！我颤抖着唇，奋力从唇间吐出2个字。你说什么？婆婆没听清我说什么，凑到我嘴边。我看她的眼神里也没了往日的温和，只剩下一片冰冷，再次对她说：出去！嘿，你个丫头片子，对长辈说什么呢？还有没有家教了？眼看婆婆就要对躺在病床上的我动手，门外的护士立刻冲进来高喊着：病人家属干什么呢？不知道病人现在不适合情绪波动太大吗？一旁当老公的也不知道拦着点。直到此刻，丈夫才有所采取行动。
她和护士一起将情绪失控的婆婆拉了出去。耳边的谩骂渐渐远离了，我怔怔地看向天花板，心里一片平静的同时，也下定了决心，不就是想要抱孙子吗？我倒要看看这个孩子没了，你会怎么样？出院后，婆婆没经过我的同意，就向我让公司辞退了我，强行让我在家静养。你现在还是有孩子的人，上班这种一坐坐一天的模式，真的不适合你。婆婆苦口婆心，电视上的专家都说了，孕妇就应该多加运动，要不然生下来的孩子都是不健康的。可是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？我说我不想去上班了吗？婆婆啧了一声，理直气壮极了。我是你婆婆，你老公的妈，怎么就不能替你做决定了？再说我也是为你和孩子好，不用上班那是多少人羡慕的事。你倒好，不仅不念我的好，反而还问责起来你的长辈了。对此我只感到无语至极，几乎是咬着牙在说，那么婆婆，你知不知道咱们家一个月开销要多少？你这个时候让我请假在家，几乎就是在告诉公司我不打算干了，准备离职做个全职妈妈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好，我简直要被气笑出声。您是只知道花钱的好，不知道赚钱的难啊！咱们家一个月光是房租就要6000，水电费、网费，还有日常采买的，又是一笔钱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您一个月就找我们要3000的零用钱。您知不知道，我们夫妻起早贪黑赚钱，才勉强支撑起这样的花销？我冷笑一声，现在好了，我工作没了，咱们家的收入直接少一半，你是生怕累不死你儿子吗？啊！婆婆也没想到会用这样的结果，顿时大惊失色。哎呦，我这个糊涂脑袋，真是被江湖抹了脑袋！婆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掏出手机就给我老公打电话。小峰啊，是妈对不起你。我冷眼看着婆婆和老公在电话中吵闹，接着直接从沙发站起来回了房间。多看婆婆一眼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什么为了我的身体？她分明就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她的亲孙子。在她眼里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人，只是帮忙传宗接代的工具罢了。跳跳，我在房间翻看着这些年和跳跳的合影，眼泪不禁往下流。真的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外面的动静终于消停。没过一会儿，婆婆就钻进了我的卧室。瑶瑶，婆婆脸上挂着笑，我已经和小峰说好了，这段日子他就辛苦点，但是等你生完孩子，出了月子，也还是能去上班的，对不对？最近就好好在家休息吧。婆婆此言一出，我就知道老公又再一次向他的母亲低了头，选择让我在这段婆媳关系中低头。出了月子就工作，我问您这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本来我可以选择现在继续上班，休完产假继续当白领，您现在让我丢了工作，还让我出了月子去找工作，您真以为这公司是咱们家开的不成？说去就去，说不去就不去。婆婆的一下子就拉了下来，你一个当妈的，出了月子不得和孩子爸爸一起给孩子赚奶粉钱啊？这孩子以后上学、谈恋爱、结婚、买房买车，哪一样你不用出啊？光指望我们家小峰一个人，你才是安黑心肠。看着婆婆的无理取闹，我脱口而出，你在逼我，你信不信我把这个孩子流掉？继那天不欢而散以后，婆婆见我在家乖乖的，也就慢慢安下心。这天早上吃完早饭后，婆婆说，我今天和楼下的陈婶约好了，我俩要去逛一逛公园，你自己在家照顾好身子啊。我点了点头，婆婆早这样听我的话多好，非得吵架，真的是快30岁的人一点都不成熟，亏的还是要当妈的。
这些天我早已习惯婆婆的冷嘲热讽，我决定要给她致命一击。等到婆婆出门后，家里只剩我一个人，防盗门重重闭合的声响在寂静的房间里回荡。我数着婆婆下楼的脚步声逐渐远去，直到彻底消失在楼道尽头。指尖紧紧攥着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的时间仿佛凝固。上午9点07分，陈婶的广场舞队伍会在社区公园跳到11点，足够我完成计划。卫生间的镜子映出我苍白的脸，眼下浮着青黑的阴影，手抚过微微隆起的小腹，那里的小生命正安静沉睡。打开医药箱，最底层藏着的褐色药瓶泛着冷光，这是3天前在城郊小诊所开的堕胎药，瓶身标签上的字迹被汗水阴得模糊。冰凉的药片划过喉咙时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血腥味在舌尖蔓延，仿佛尝到了跳跳最后那声呜咽。剧痛来得比想象中更早，尖锐的绞痛从下腹炸开，我蜷缩在地毯上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在皮肤下刻出月牙状的血痕。手机屏幕在眼前不断晃动，急救电话拨出的瞬间，窗外忽然掠过熟悉的碎花裙摆，婆婆竟折返了。砰！玄关传来重物坠地声，她举着购物袋的手僵在半空，看着医护人员将我抬上担架。你干什么？她扑过来抓住我的手腕，金戒指硌得我生疼。孩子要是有个闪失……我虚弱的笑出声，鲜血顺着大腿内侧浸透了床单，在纯白布料上晕开刺目的花，像极了跳跳项圈上那抹永远凝固的红。急诊室的白炽灯刺得人睁不开眼，医生拿着检查报告，面色凝重。孕妇有明显的药物流产迹象，情况很危险。婆婆突然发疯似的冲过来，揪住我的头发，花白的发丝缠在她颤抖的指缝间。你这个毒妇，居然敢害我的孙子！保安将她拖走时，她凄厉的咒骂声穿透了整层楼。早知道就该在你进门时把那畜生扔出去。昏迷前的最后一刻，我听见护士说胎儿保不住了。再醒来时，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里混着压抑的抽泣。老公红着眼眶握着我的手，婆婆瘫坐在角落，白发凌乱的散在脸上，活像尊泥塑的恶鬼。为什么？她声音沙哑的不像自己。我们不是说好了等孩子出生就把妈送回老家？我盯着天花板的裂缝，嘴角勾起讽刺的弧度。你们杨家要的只是个传宗接代的工具，跳跳是，我也是。转头看向婆婆，她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恐惧。现在你的宝贝孙子没了，滋味如何？她突然发出困兽般的呜咽，指甲深深抠进扶手，在皮革上留下5道抓痕。出院那天，家里弥漫着诡异的死寂，餐桌上摆着婆婆熬的鸡汤，油花漂浮在表面，像极了跳跳最后望向我的眼神。那天她被狗肉贩子拽着项圈拖走时，眼睛里映着我的倒影，慢慢被泪水模糊。喝吧。婆婆的声音像砂纸磨过玻璃，她端着汤碗的手不停颤抖。医生说喝这个补身子。我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汤勺，舀起一勺汤，缓缓泼在她脸上。滚烫的汤汁烫得她尖叫着后退，瓷碗坠地碎裂的声响中，我却笑得停不下来。你以为孩子是菜市场的萝卜，想要就能再有？转身从卧室抱出装满跳跳照片的盒子，一张张扔在他面前。看看这些，你亲手杀了我的孩子，现在又来求我给你生。照片纷飞如蝶，有跳跳戴着生日帽的蒙太，有他叼着拖鞋等我回家的模样，还有去年冬天我们在雪地打滚的合影。婆婆突然扑过去，疯狂撕咬照片，
口水混着泪水滴在碎纸片上，都是你的错。你为什么不把狗送走？因为他是我的家人。我嘶吼着扯住他的肩膀，而你从第一天起就把我当生育机器。他突然发力将我推倒，后脑重重磕在茶几角，剧烈的疼痛中，我听见他尖笑：机器，你连机器都不如，生不出儿子的废物。老公冲进来时，我们正扭打在满地狼藉中，婆婆的指甲划过我的脸颊，在皮肤上留下3道血痕，而我的手死死掐住她的手腕。够了！她将我们强行分开，额头上青筋暴起。妈，你怎么能动手？动手！婆婆突然瘫坐在地，拍着大腿嚎啕大哭。我10月怀胎生了你，现在连孙子都保不住。她突然转头瞪着我，眼中燃烧着疯狂的火焰。都是这个女人，她早就在算计我们。深夜，尖锐的呼救声刺破夜空。我冲下楼时，看见婆婆吊在客厅的吊灯上，脚尖还在微微晃动。老公疯了似的剪断绳子。急救车的蓝光中，我看着医护人员徒劳地按压她的胸口，突然觉得无比畅快。她紫色的脸在灯光下扭曲变形，让我想起跳跳被塞进狗肉车时不断撞击铁笼的模样。葬礼上，亲戚们的指责声像潮水般涌来，克死婆婆的扫把星连个孩子都保不住。我戴着墨镜安静地听着，任由这些污言秽语在耳边盘旋，直到老公突然抓住我的手腕。你早就知道妈有抑郁症，对不对？我甩开他的手，从包里掏出诊断书扔在他脸上。纸张飘落的瞬间，婆婆确诊抑郁症的日期清晰可见，正是卖掉跳跳的那周。她每天对着跳跳的狗窝发呆，说梦见被狗索命。我冷笑着说，这就是你们杨家想要的结果。3个月后，我站在儿童福利院的门口，怀里抱着收养的女婴。小家伙睁着湿漉漉的大眼睛，像极了跳跳第一次见我时的模样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，律师发来消息，杨家老宅的拆迁款已到账。作为丧偶儿媳，我分到了1/3。夕阳将影子拉得很长，我低头蹭了蹭孩子柔软的脸颊。远处的梧桐树下，恍惚又看见跳跳欢快的身影。曾经以为失去的一切，原来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，而那些用鲜血浇灌的仇恨，终将在新生的啼哭中慢慢开出温柔的花。风掠过树梢，送来细微的呜咽，分不清是记忆里的犬吠，还是婴儿的呢喃。福利院门前的梧桐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枝叶相互摩擦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，洒下斑驳的光影，落在怀中女婴粉嫩的脸颊上，形成一片片跳动的光斑。她突然发出一声奶啼，声音清脆而稚嫩，如同春日里第一声婉转的鸟鸣，瞬间将我的思绪从回忆的深渊中拽回。我低头，温柔地亲吻她柔软的发顶，那里还带着淡淡的奶香，是新生特有的气息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，拆迁款到账的提示音在这宁静的时刻显得格外清晰，如同命运的鼓点，宣告着生活即将翻开新的篇章。那笔钱是婆婆用生命换来的，也是我与杨家最后的牵扯。曾经我以为金钱能衡量一切，可如今才明白，有些伤痛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。回到租来的小公寓，狭小的空间却充满了温馨。我将婴儿床安置在洒满阳光的窗边，希望他每天醒来都能感受到温暖。整理衣物时，一张泛黄的照片从箱底滑落，那是跳跳2岁时，我和老公在宠物公园拍的。照片里，
我们笑得那样灿烂，阳光洒在身上，跳跳吐着舌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满是依赖与信任。那时的我们，仿佛永远不会被现实击碎，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。指尖轻轻抚过照片上老公年轻的面庞，曾经的爱意与甜蜜在心头翻涌，可很快又被无尽的失望与痛苦取代。门外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，砰砰砰的声音如同重锤敲击着我的心脏。瑶瑶，开门！是前夫杨峰带着怒意的声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内心的波澜，打开了门。他满脸通红的闯进来，目光如鹰隼般落在婴儿床上，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与愤怒。这就是你用拆迁款养的野种。这句话如同一把锋利的刀，瞬间刺痛了我的心。我握紧拳头，指甲几乎掐进掌心，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怒火。杨峰，说话放尊重点，这是我收养的孩子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没有关系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力道大的让我生疼。那笔钱是我妈用命换来的，要不是你刺激他。松开！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手腕上留下一道红红的勒痕。积压已久的情绪如决堤的洪水般爆发。你妈卖狗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她骂我是生育机器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现在装什么孝子？我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病历，重重摔在桌上，纸张散落开来。看看这些，你妈早在卖掉跳跳前就开始看心理医生，是你们杨家的重男轻女，把她逼上了绝路。杨峰盯着病历，脸色渐渐发白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与震惊。婴儿突然啼哭起来，那撕心裂肺的哭声仿佛也在宣泄着委屈与恐惧。我急忙走过去，轻轻抱起他，温柔地哄着，不怕，妈妈在。我的声音轻柔而坚定，一下又一下地拍打着他的后背，仿佛这样就能驱散所有的阴霾。瑶瑶，杨峰的声音突然软下来，甚至带着一丝哀求，我们复婚吧，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。我知道错了。他向前迈了一步，试图靠近我，眼中满是期待。我冷笑一声，心中的失望与决绝愈发强烈。晚了，在你默许你妈卖掉跳跳，在你一次次让我别和老人计较的时候，这个家就已经碎了。我走到门口，拉开门，眼神冷漠而坚定，请你离开，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们。杨峰张了张嘴，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开了。门重重的关上，那一刻仿佛也关上了我与过去的所有联系。日子在照顾孩子的忙碌中悄然流逝。我给孩子取名念跳，希望他记住这份跨越生死的羁绊，也希望跳跳的爱能永远陪伴着他。念跳一天天长大，他的每一个笑容，每一次牙牙学语，都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奇迹与力量。念跳1岁生日那天，我带着他来到宠物救助站做义工。这里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气息，是狗狗的味道，也是希望的味道。我抱着一只被遗弃的金毛幼犬，它温顺地依偎在我的怀里，眼神中却带着一丝恐惧与不安。念跳咯咯地笑起来，他的眼睛弯成月牙，和跳跳如出一辙。那一刻，仿佛时光倒流，跳跳又回到了我的身边。姐姐，这只狗狗好可怜。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我转身，看见一个扎着马尾的小女孩，约莫5、6岁的样子，正怯生生地看着我怀里的小狗。她穿着一件粉色的连衣裙，干净而整洁，脖子上挂着的玉坠却突然让我心头一震。那是杨家祖传的长命锁，我曾在婆婆的首饰盒里见过无数次，
上面雕刻的龙凤图案栩栩如生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蹲下身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温柔一些，心中却翻涌着复杂的情绪。我叫杨念安，他小声回答，眼神中带着一丝羞涩。爸爸说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，我想养只狗狗陪我。我的心猛地揪紧，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握住。远处，杨峰正和一个陌生女人站在一起，那女人妆容精致，穿着时尚，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样子。杨峰看到我时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眼神中充满了慌乱与尴尬。原来他早已再婚，还有了女儿，却在我面前装出一副深情的样子，试图挽回我，不过是为了那笔拆迁款罢了。姐姐，我可以抱抱他吗？念安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。我强挤出一丝笑容，把小狗递给他。他小心翼翼地抱着，眼中满是温柔与怜惜，轻轻抚摸着小狗的毛发，嘴里还喃喃自语：别怕，我会保护你。看着念安的样子，我心中的怨恨渐渐消散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他不应该为大人的过错买单。或许有些伤痛永远无法愈合，但新的生命正在带来治愈的力量。就像这只被遗弃的小狗，在念安的怀抱中渐渐安静下来，仿佛也感受到了这份温暖与善意。夜幕降临，城市被笼罩在一片灯火辉煌之中。我抱着熟睡的念跳站在阳台上，远处的霓虹闪烁，车水马龙，城市的喧嚣渐渐平息。念跳的小手无意识地抓住我的衣襟，像极了当年跳跳总爱咬着我的衣角。风又起了，带着些许湿润的气息。这次我终于分清，那是婴儿均匀的呼吸声，是生命最温柔的呢喃。在这静谧的夜色中，我回望过去，那些痛苦的回忆依然清晰，但我不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，无论生活给予我多少磨难，我都有勇气去面对。念跳的存在让我找到了新的方向与力量，而那些曾经的伤痛终将成为我生命中最坚韧的铠甲，守护着我和念跳，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日出与日落。